现在呢就在帕马这座小岛了，它真的是人爆多的。很神奇的是，它搭大众运输系统的速度其实比轿车还快，因为后面都是人在叫车。现在呢，就在帕马的马洛卡，那这边呢就是欧洲人非常喜欢来度假的小岛，尤其是我看网络上写说是英国人，但是我在机场发现呢是超多德国人来，它的机场标志就是都会写德文。现在呢其实是要从瓦伦西亚飞到巴塞罗那，那途中刚好经了帕马马洛卡来转机。然后就想说出来走走，那我们呢会简单的去了一个大概13世纪左右建的一个 square， 然后那边有 palace， 有一些古迹 ghost town 老城区，然后再来呢就是沿着海边走去一间大家很推的汉堡店，那 let's go。这座教堂呢是帕马的马尤卡最著名的地标之一，在阿拉伯统治时期呢，曾经是主要的清真寺。在1229年，阿拉贡国王詹姆斯一世征服马尤卡之后呢，它就被改建成基督教堂。这座教堂呢跟高地也有一些渊源，高地曾经重新设计了祭坛的区域，增加了荆棘冠的装饰。这个教堂最有名的呢，其实是它玫瑰窗的光学现象。那这个现象呢，大约是在每年的2月2号和11月11号左右发生，大概在早上8点到9点左右呢，太阳会透过东立面在主祭坛上方的玫瑰窗，投射大玫瑰窗的倒影到西面小玫瑰窗的下方，那精准的对齐，造成了一个8字形的结构，所以呢，这个光之节又有8字奇观之称。现在后面的呢就是帕马的海滩了，那这个广场呢就是帕马市最著名的一些景点都在这边。像我背后是海滩的话，我的左边是 Palace， 那我正面的呢就是一个 Cathedral， 那大家可以过来这边晃一晃。我们现在呢就要出发去午餐的汉堡店，那这间汉堡店呢在 Google 评价上面有4.8颗星，是真的很好吃。那离教堂大约走路20分钟左右的路程。我们现在呢就在帕马的海边了，然后这边的感觉真的就比较像是有点综合，有一点西班牙风味的摩纳哥的 feel。我们要去的这间汉堡店呢，老板是德国人，那他搬来帕马大概也有将近10几年的时间。之前也有提到，在帕马德国人非常的多。有一个小小的 fun fact， 就是帕马又有德国的第17个邦之称。本来德国有16个邦嘛，那这边德国人多到已经可以变成第17个邦了。这家店的特别调酒Majorca Mer。这汉堡的招牌菜呢有2个，一个叫做 Tim， 一个叫做 Maya。那我点的是 Maya。真心觉得这个机场超级 busy 的。
系列呢就到这支影片结束。巴塞隆纳的部分呢，我们其实只待了1天左右，因为我之前去过了，所以这趟旅程的重心也不在巴塞隆纳。这趟旅程大概11天，那在欧洲境内的花费一个人大概是5万块台币左右，包含了住宿、交通以及吃还有玩的钱。朋友从台湾飞里斯本的飞机是大概4万4台币，这是在旺季之前的价格。最贵的其实是最后一天在巴塞隆纳的饭店钱已经涨到一个晚上要5000多块，那跟我之前冬天2月多的时候去一个晚上只要2000多的饭店价格差蛮多的，而且当初我还是2000多的时候我还是住4星，那这个5000多已经是3星。饭店的区域位置其实在同一区，所以还蛮建议大家如果能够调整时间的话呢，是在旺季之前来会比较好。